欧盟、北约都盯上中国，美国反华还没有结果。结果呢？谁知欧盟已经看清了局势。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消息显示，欧盟和中国当前正在加强能源事务上的合作。在能源转型方面，欧盟与中国有着明确而且共同的利益以及目标，双方加起来能够占据全球终端能源消费的1/3。而此番欧盟委员会声称，中国能源合作平台将会继续支持中欧在能源领域针对能源市场、清洁能源转型以及商业合作展开对话。近年来，这已经不是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第一个好消息了。前不久，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一次会晤，期间傅聪向冯德莱恩递交了国书，而冯德莱恩则当众对中国许下诺言，表示欧盟方面愿意与中国继续保持高层的友好交往，以此来寻求进一步推动在各领域上的对话合作。所以线下来看，欧盟也是确实在朝这方面努力，能源事务合作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大搞地缘政治，根本不顾自己盟友的死活，接连利用俄乌冲突将欧洲推向了战争前沿，并且为了企图让欧洲在能源方面彻底依赖美国，拜登政府甚至是怂恿欧洲与俄罗斯彻底决裂。结果在欧洲与俄罗斯翻脸后，美国不仅没有向欧洲伸出援助，反而抬高能源价格，在欧洲面临能源危机时趁火打劫。在这个背景之下，欧盟认清美国的真实面目，并且清楚中国才是最可靠的伙伴，只是时间问题。巧的是，欧盟的清醒却是在无意之中打了北约的脸。面对持续升级的俄乌冲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来展开了亚洲之行，第一站就是韩国。在访问韩国期间，斯托尔滕贝格直接暴露目标，通过抹黑中国来拉拢韩国，声称中方会构成安全挑战。而对此传言英国媒体指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的关注焦点都在转向亚洲。事实上，即便是英国媒体没有说过这句话，美国和北约的意图也已经无法掩盖了，让北约持续东扩，在亚洲挑起阵营对抗。在今天已经是非常的明显，只是美国和北约都没有想到，欧盟会突然看清局势，不再站在他们这边，将矛头继续对准中国。要知道，欧盟可是被视作美国和北约的左膀右臂的。过去无论是在对付俄罗斯上，还是在针对中国上，欧盟起到的都是关键性的作用。如果冯德莱恩公开对中国做出了承诺，别说欧盟是在打北约的脸，美国的脸也是在啪啪的响。反华还未果，这盟友已经看清了局势。随着中国在多个领域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那么如今，欧盟和北约几乎同一时间盯上了中国，站在我国的角度上，其实是个好消息，说明中国这些年的努力非常有成效毕竟只有强大才会引起别国的注意。不过站在美国的角度上就另当别说了，此番欧盟和北约对中国展现出来的态度，表面上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但实则都是坏消息。斯托尔滕贝格试图拉拢韩国、日本反华，短时间内或许日韩会碍于美国地位积极配合，时间长了难保不会像欧盟那样认清现实。在美国眼里，不管是欧盟还是日韩都一样，都是被利用的棋子。所以这好消息的背后还是坏消息。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